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购物分享。今天呢，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几件刚刚入冬我买到的一些好看的、实用的时尚单品。那我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买了什么吧。首先呢，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一件毛衣。这个如果大家看过我在前几天分享的 Get Ready With Me， 我也有穿这一件毛衣。它是 Kate 的一件条纹的羊绒毛衣。这件毛衣它是比较偏薄的那种，就跟我以前的 Kate 毛衣有点不太一样。如果大家之前有看过我的分享的话，应该记得我有这一件米色的 Kate 的条纹毛衣，是有个小领子的这一件。因为我已经有个米色的了嘛，所以这一件条纹毛衣我就买了这个黑色的。它们俩不太一样的是，这一件是比较薄的，特别厚的毛衣，冬天有的时候你穿稍微紧一点的大衣，有一点不太好穿进去，或者穿进去就会显得人很肿。我觉得毛衣的话，我真的建议最好是买羊绒，因为它材质很舒服嘛。然后羊绒的毛衣它真的可以穿很久，就是你每一季都会反复拿出来穿。而且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，它袖子做的是有一点宽的，很多毛衣会把袖子这儿做一个收口，对我来说就是看起来没有那么时髦，但我觉得 Kate 袖子都做的超级好看，就我自己的个人观点。虽然它看起来是一件版型很普通的毛衣，但它这种小细节都做的很时髦，我就真的很喜欢 Kate 的毛衣，每年冬天都会买几件。接下来一件呢，也是一个针织类的毛衣单品，它就是 The Road 针织的一个长袍，它没有扣子，就这样敞开穿的。冬天我真的非常喜欢穿针织类的单品，然后这一件呢，我当时摸到它，我就觉得它肯定是羊绒的。回来我看它的水洗标，才发现它其实是羊毛的，但是它摸起来就是跟这件毛衣的质感超级像。我不知道就是它为什么可以这么软糯。总之呢，这件 The Road 的长袍真的非常的舒服，它整个是一个这种很松松垮垮的廓形。就我买的已经是 XS， 但它袖子还是那种很长的、很松弛的感觉，好像你披一个睡袍就出门，但大家又会觉得眼前一亮。总之呢，这两件毛衣我真的都非常的满意。我觉得 The Road 和 Kate 他们就是有一种魔力，比如说这件衣服放在那儿，你可能觉得平平无奇，但你一上身就觉得超级时髦、无敌松弛的那种感觉。这两个品牌我觉得是非常适合我的，就是我穿上觉得很舒服，而且搭配它们也不需要费什么心思，就跟我衣柜里所有衣服都可以搭起来，比如说像牛仔裤啊，或者是那些大衣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这么喜欢 The Road 和 Kate 衣服的原因。衣服最重要就是穿起来你自己很舒服、很自在，你觉得就是你自己的那种感觉。接下来呢，又是一个 Kate 的单品，这个看过我之前几期视频的话，应该都有看过它了，就是这双毛毛的芭蕾舞鞋。这双鞋呢，也是最近买到的非常满意的一个单品。这双鞋舒适度真的没话说，它里面也超级软，然后它走起路来也是那种软绵绵的感觉。虽然它是这种薄薄的鞋，感觉会很硌脚，但其实并不会，里面就是有一个海绵垫的感觉。这个鞋型它也有出没有毛的版本，如果喜欢这类像是那种佛系单鞋的话，可以去尝试一下 Kate 的这一款，真的很推荐。上一期时尚趋势有分享过，就是今年冬天真的很流行这种毛毛的材质，我觉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其实也可以在不同的配饰上去尝试这种毛毛的单品。接下来呢，是一个超级大的橘色盒子，大家可以猜一下里面是什么，不是包。同时我就直接来拆一下。是一双鞋，看得出这双鞋真的很大吗？就是这个 Go Mules， 这个鞋其实是 Henry 的46码的，就是比他平时穿的码还要大一个 size。所以如果感兴趣这双鞋的话，其实就是一个尺码的参考给到大家。我怎么那么像直播带货？我觉得这个颜色特别好看，它是这种浅浅的棕色，这个颜色叫 Brune Fumé。今年秋冬我们俩都超级迷麂皮这个材质，所以这一双麂皮的穆勒鞋 Henry 也是非常喜欢，然后他应该也会在他的频道去分享更多的细节啊、上身什么的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我也觉得这双鞋超好看，我本人是蛮喜欢穿这种拖鞋穆勒鞋的，因为没有什么季节限制嘛，就是你冬天或者是夏天都可以穿。好了，就是这只船分享给大家。下一个呢，也是一个橘色的小盒子，这里面是我刚刚买的一条手链，可以看一下。Oops。它的珠宝的盒子就不太一样，是这种有点皮质的黑色的盒子，然后里面是这种绒布的材质。这条半钻的这个 Kelly Gourmet 的手链，这个手链它其实有不一样的尺寸，然后我买的是比较小的那个，应该是叫 Short。它在我的手上就是还有一定的活动空间，但是同时又能稍微比较贴合一点。我自己选像手镯、手链，就是这种贵金属类的首饰，我比较喜欢玫瑰金材质和白金材质。黄金的材质我觉得也很好看，但是戴在我的肤色上，我觉得是一
般的，但是玫瑰金和白金真的很衬我的肤色，我会比较倾向于选这2个材质。这条手链呢，其实就是把经典的那个 Kelly 包包的扣做在手链上，这样一个拧一下就可以把它戴上。它也有出手镯的款式，但是我个人是更喜欢手链的这个款式，因为它可以跟你的手腕更加贴合。它这个链条做的是这种古巴链的设计，所以就还蛮酷的，就有点中和掉 Kelly 的这种优雅的感觉。总的来说，它是一个就是又比较有存在感，然后又有一点点优雅，又有一点小酷的这种珠宝首饰。而且我觉得它就是你跟别的手链或者手镯叠搭也会非常好看。好了，那这一期购物分享就结束了。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非常多次我的消费观，就是我买所有的东西其实还是比较谨慎的，就是我会再三的确认，跟我自己确认说你是不是真的喜欢，然后这个是不是真的你最想要的那个东西。其实我在年初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，就是我2024再也不会买的东西，其实就是总结了之前的一些购物的经验，比如说买的非常满意的，以及我买的不满意的东西。然后我在今年就发现我买的东西就是很少，但是呢都是我非常喜欢，而且我觉得是能用很久的东西。平常跟我身边人也会一直强调这个观点，比如说 Henry 他有时候就会想买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东西，我就会阻止他。我觉得就是这个消费观点也有慢慢影响到我身边的人。什么叫莫名其妙的东西？就是你会买一些莫名其妙的，比如说很烂材质的毛衣啊，然后你穿1季，第2季就会后悔的东西，他那样反而是比较浪费的一个行为哦。而且忘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很神奇的事情，就是刚才我分享的这件 Kate 毛衣和那个 The Road 的长袍 Henry 都可以穿。我这件毛衣买的是 L 的，所以它刚好就是穿袖子也不会太短，物尽其用的感觉。觉得买的少而精是我非常受益的一个消费理念，所以也想要分享给大家。在这个视频的最后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。感谢大家观看这一期购物分享，拜拜。